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，推荐一定要逐字听清楚，我说的不是方向，我说的是方法论。那么好，我们先回到比特币盘面。比特币昨天凌晨3点冲高到48300附近，然后目前在小幅回调过程当中。然后早晨我也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个 ABC 回调，或者是三角震荡类似盘整的这种状态，所以我是在昨天凌晨在这个附近开了个空单，也是为了对冲我现货持有的现货。然后目前呢，如果这个位置它要是再跌破的话，应该是会有一波回调，因为无论是 RSI 还是阶段顶部的放量，包括一会儿我要给大家介绍的除了 K 线以外的其他很重要的一些数据信息，都可以推导它有大概率回跌的可能性啊。那好，我们先看一下以太。以太坊，我们看1小时线，同样它这个位置刚开始似乎好像是要做一个三角震荡，但是现在好像是已经破位了啊，应该是破位了，已经破位了。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200日均线啊，我们看一下 WMA 加权移动平均线，设定作为开盘，它是踩着200日移动平均线踩上来的。然后我看一下短的时间级别啊，15分钟刚好要踩啊。像这种位置，正常很多朋友都认为它是踩着上去，所以这种位置可以开多是可以的啊，但是一定要设止损。通常移动平均线只是告诉你一个趋势当中它大概的均价而已啊，不能把它当做支撑。还有一个，无论是支撑还是阻力，它是相对的啊，它也有可能破位，也有可能突破，也可能站住，也可能被阻挡。所以对这个移动平均线得有正确的理解啊。那除了我们看这个以外，我们除了 K 线分析以外，我们还需要看哪些东西呢？首先需要密切关注 USDT 它的占比啊。USDT 跟比特币正好是反比的关系， USDT 下跌的时候，这个比特币一定是上涨的啊，然后反过来比特币上涨的时候 USDT 肯定是下跌的。然后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还需要关注比特币占比。比特币占比向上的时候，证明其他的山寨币价格是不太好的啊，或者是跌，或者是保持平衡。这2天实际上除了一些杂牌山寨币以外，典型的主流山寨币都没能够跟着比特币一起上来啊，能上来的也就是以太坊还有其个别的一些。所以比特币占比也需要密切关注。通常来说，比特币涨到一定位置，然后盘整，往往这个时候山寨币是向上冲的时候啊。但目前比特币占比再次向上冲高，所以对山寨币来说不是太好的状态啊。还有一个我们
经常看到的 CME 期货的价格，这个也是要密切关注的。然后除了这些 K 线以外，今天主要要介绍的是什么呢？除了我们用各式各样的 K 线分析方法以及各式各样的辅助指标来判断这个未来的行情，除此之外，我们还需要看一下之前我说过会看一些爆仓、多空比，像这种数据。那这种笼统的数据呢，只是看一眼大概目前的市场情绪。那么你想具体分析，需要看一些其他网站。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，大家先记住这个 CoinGlass 这个网站啊，这个网站做得非常好，然后是英文网站应该，然后还没有用谷歌浏览器的啊，我不是这个广告。谷歌浏览器因为它的使用体验最好，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伙用谷歌浏览器，然后进入这个网站，然后它就可以自动简体中文翻译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了啊。首先看到这个是清算地图，也就是说多单的持有量、空单的持有量可以明显的、非常具象的可以直观的看见啊。然后现在是这个价位。通常我之前也讲过，多方军团多的话，它可能会把这些给定点打击扫除掉。像前两天昨天为止一直向上冲，这边很多空单都已经被爆掉了啊。然后接着往下看交易所的清算地图，也就是说综合很多交易所的数据都垒在一起的啊，这就更全面一些。这个是第一个，然后还有要看的第二个，在这儿可以选交易所啊。我们先看币安的，币安的成交量也不小，非常好用的一个指标。第一个是价格，然后第二个是成交量，第三个是成交量的增量或者是减，然后这个资金费率啊，也就是说绿色的时候证明现在是什么多单特别多，所以说多单的朋友需要给空单的朋友一些资金费率，做空你是可以拿到资金费率的。还有就是持仓量的 K 线图，持仓量多不多少不少，它会影响目前的市场行情，大家伙儿也可以密切关注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规律。还有比特币的爆仓，我们经常看的，像昨天晚上空单很多都已经被爆掉了，所以说这一页也能给大家非常直观详细的数据目前的市场状态。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我想特别介绍一下，很多朋友经常会选择关注多个大 V 大神或者是某些主播，市场分析做得好的这些主播，然后综合判断列一个表，然后看谁做空做多，可能也是一种方法啊，但是我不建议这种方法，不太好。你要是做这种，还不如怎么样？看这个排行榜，这个排行榜是什么 ？BitMax 交易所，老牌的交易所啊，这里边全是长年累月累积了很多年的这个全球一线的比特币玩家、超级玩家、散户都在啊，而且他们是很多都是公开的人物，比如说第4名。这是一位韩国人啊，叫我牛弟。这个人在韩国应该是在加密货币市场赚钱赚的最多的，而且非常可观的收入，好像是有几亿美金以上啊，几亿美金以上。所以大家伙可以参照他们的方向，还有时时刻刻24小时的动向，都可以
察觉到，我们在这儿不难发现什么？他们的交易频率其实很低，它是不变的啊。更新时间你看一下，最变态的2021年11978多单，目前它这个应该是0，反正可以看出什么？他们的交易频率很低，然后他们的持仓量也是非常大的啊。在这儿也可以看到利润等等。关注他们的动向，实际上要比关注一些主播大 V 比他们要强很多啊。还有一个也对我们起到一个激励的作用，这些优秀的交易员。然后大家伙儿可以看一下这个菜单栏，这上面有很多数据，除了刚才我介绍的几个以外，有海量的数据可供大家伙儿去参考。所以希望大家能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市场。你像前些日子我是以这个交易心理底层的逻辑还有心态上等等，从这个方面聊了好些天，然后这2天呢尽可能多聊一聊技术分析还有数据分析这一方面的这个内容，然后换换口味。总之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给大家伙包括我自己2024年交易路上保驾护航啊。那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祝大家交易顺利，明天见。